几乎所有的公司在上市的前几个月就会开始大肆宣扬，各种欢呼，开庆功宴。上市不仅意味着公司的投资者们可以获得巨额的资产回报，而且公司的管理层甚至很多员工都可以实现财务自由。2020年10月，蚂蚁集团宣布上市，根据保守估计，蚂蚁集团内部将会诞生6000个亿万富翁，这些程序员都将实现财务自由，跨进另一种人生。后来大家都知道蚂蚁暂缓上市，这些人财务自由的梦破碎了，这甚至影响到了杭州的房价。但是有这么一家公司，2021年6月30日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这次上市没有敲钟仪式，没有庆祝，也没有高管讲话。更奇怪的是，这家公司的员工在公司上市3个小时后，也就是7月1号凌晨，才通过公司的内部群知道自己所在的公司上市了。同时，每个员工还被告知禁止在朋友圈或者任何社交网络转发评论关于上市的消息。不仅员工不能说，甚至连 IPO 承销商也被告知不要宣传。公司的各家股东也被要求不能接受采访，透露任何上市收益的问题。这家异常低调奇怪的公司就是滴滴。然而该来的还是会来的，不管你多么害怕。滴滴上市1天后，也就是2021年7月2号晚上，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就发起公告，要就滴滴发起网络安全审查。审查期间，滴滴停止新用户注册，滴滴股价当天暴跌 10%。2天后，也就是7月4日，中国国信办发布滴滴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所以强制下架滴滴 App。3天后，7月7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宣布，滴滴因为投资并购没有进行申报，滴滴被罚款400万元。事情还没完，2天后的7月9号，中国国家网信办下架滴滴旗下全部25款 APP， 包括滴滴内部社交软件、车队管理软件，原因同样是因为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这是滴滴上市10天以来第4次被监管处罚。滴滴为什么会被处罚？为什么说滴滴在美国上市泄露了国家机密？滴滴上市会给国家安全造成什么影响？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观看我之前的分析。从滴滴上市前的低调行为来看，滴滴对于上市后被监管盯上是完全有心理准备的。美国方面仅上市1周，滴滴的股价就跌去 30%， 跌破发行价。美国多家律师事务所对滴滴发起集体诉讼，有美国参议员更是发布声明，提议美国证监会 SEC 彻查滴滴。滴滴在上市前发布的招股书中有整整60页都是在披露公司的风险，这些风险中包括上市有可能被中国证监会终止发行。滴滴降低风险的措施包括把目前被强监管的社区团购业务诚信优选剥离出上市板块。滴滴第一大股东日本软银放弃董事会席位，退回财务投资人的位置，也就是说软银不参与公司的管理了，只管分红拿钱。这些迹象也表明，滴滴对于上市后的股价走势也并不持有乐观的态度。总结起来看，滴滴明明知道自己上市后会面临着中国国家监管，也知道上市后股价形势不容乐观。上市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都不是一件好事。那么为什么滴滴还要明知故犯强行上市呢？今天我就带大家深入浅出分析一下各种缘由。在开始之前，欢迎大家点击视频下面的订阅，点开小铃铛，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想要搞明白滴滴为何要强行上市，首先我们需要捋清楚滴滴的股权结构。滴滴成立9年以来，发展高度依赖私募市场的融资。2012年到2021年这9年间，滴滴融资超过20轮。截止上市之前，滴滴的私募股东就已经有100个左右了。滴滴是中国互联网公司中股东最多的。上市之前，滴滴的境外持股人包括日本软银愿景基金持股 21.5%， 美国 Uber 持股 12.8%。很多中小股东其实早就等不及滴滴上市变现了。
所以很多滴滴的股权被频繁的来回出售。从2018年开始，滴滴分6次从现有的股东手里回购了1800万股股票。另外，滴滴之前的每一轮融资都有可转债和优先股的条约，这类条约规定，投资方可以把这类投资在股票和债权之间转换，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投资。如果滴滴发展势头好，投资方可以选择把投资转换为股权，享受资本增值。相反，如果滴滴发展不好，投资方可以选择把投资转换成债权。债权不同于股权，股权是如果公司赔钱了，投资款也就打水漂了，而债权是必须连本带利100%偿还的。所以如果滴滴长期不上市，沉不住气的股东们很有可能会把股权转换成债权，那么滴滴就会面临巨额的偿付压力。偏偏不巧的是，滴滴的第一个大股东是日本软银。从2016年开始，软银参与了滴滴的4轮融资，目前软银持有 21.5% 的股权和投票权。在上市前，软银的投票权甚至超过滴滴的3位高管，成为柳青和朱景士的总投票权。除了投资滴滴，软银还参与投资了滴滴的其他很多新业务，比如2021年投资诚信优选 A1 轮9亿美元，2020年投资轻举单车3亿美元，投资滴滴旗下自动驾驶公司 3.4 亿美元。软银投资了滴滴这么多，如果亏了怎么办呢？软银当然不傻，这些投资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优先股投资。滴滴和软银还有其他股东签订了对赌协议，如果无法在融资结束5年内把诚信优选和轻举单车上市，滴滴就需要支付这些股东现金赎回股权。这些股东也可以选择把这些股权转换成滴滴母公司的持股。换而言之，如果滴滴无法实现对赌条款，滴滴就会面临大量的现金支出，这对滴滴的财务会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从2019年开始，软银陷入了债务危机，迫切需要把一些投资变现，所以为了尽快让滴滴上市套现离场，软银甚至主动放弃了滴滴的董事席位和一部分的投票权。滴滴上市后，软银持股 20.2%， 投票权降至 10.7%。 另一方面，通过上市，滴滴的创始人成为柳青，可以借机获得公司更大的控制权。相比国内的其他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马云在阿里巴巴投票权 42.5%， 王兴在美团投票权 46%， 张一鸣在字节跳动投票权超过 50%， 黄峥在拼多多投票权为 80%。 在滴滴多轮融资之后，成为柳青的总投票权少于 21%， 低于软银的 21.5%。滴滴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力远远比不上资本在滴滴的势力。而上市后，滴滴通过 AB 股架构设定了管理层的超级投票权，成为柳青、朱景士3人的投票权高达 52%。 另外，滴滴还通过高管合伙人制度，成为柳青、朱景士还有权任命或者罢免公司的执行董事，提名推荐公司的高管候选人。所以上市后的滴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滴滴的第一大股东日本软银，第二大股东美国 Uber 都不在董事会，滴滴的董事会成员和股东的占比不成正比，这也就意味着滴滴管理层的利益可能和股东的利益不一致。滴滴的管理层有能力限制董事会的决定。总结起来看，滴滴强行上市有3大动机。首先，大股东软银迫切需要投资变现，甚至愿意交出部分投票权。第二，成为柳青可以借上市获得滴滴的绝对控制权。第三，滴滴投资者可以变现退场，滴滴消除了未来潜在的股权转债权、资金流失的压力。有一次我打滴滴出租车，上了车之后临时改了要去的目的地，司机说要多加1块钱。我很奇怪，问为什么，司机说因为我改了目的地，距离变短了，滴滴那边要扣他们司机的钱。我当场就被恶心到了，一路上司机也和我一直抱怨滴滴。前几天还看到一个分享，有网友用滴滴打车，系统显示需要排队40多分钟，
于是这个网友就同时用高德打车，2分钟后高德就打到了车。网友上了车刚开了2分钟，这个时候滴滴就派单成功了。网友要取消滴滴的订单，然后系统提示高峰取消，需要支付3元费用。司机说这就是滴滴的套路， App 检测到你位置高速移动之后，就会马上给你派单，赚的就是你这3块钱的取消费用。从滴滴的各种奇葩规定，到处理安全事故的态度，再到此次强行在美国上市的动机，真真切切地反映了这家公司的卑劣文化。其实这也是寡头垄断必然会招致的恶果。反垄断和自由经济是一个矛盾体。中国监管部门在2020年开始掀起的互联网反垄断风波，我们不能一味地去抵制批判。如果自由的经济体开始作恶，那就应该对其进行调查。同样，如果因为反垄断阻碍了经济的正向发展，我们就应该呼吁停止反垄断。任何公司的发展过程都是动态的，比如淘宝在早期养活了无数的个体户，应该鼓励发展，而现在则是一个坐收租金、买卖数据的大胖子，那么就应该被监管。最后，大家对滴滴上市有什么看法呢？或者有其他想要分享的，都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看到也会每条都回复大家。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觉得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订阅、转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再见。